朋友们，我用志玲姐姐的声音生成了 AI 语音，现在我们可以自己来设计声音了。每个角色的声音都可以通过文本描述来生成。The moon whispers secrets tonight. The stars have told me of your fate. I have guarded these sacred peaks since before your ancestors first dreamed of climbing them. Terribly sorry to be a bore, old bean, but might one trouble you for a splash more tea?不是在配音库里面一个一个的挑选声音，而是输入音色、语调、地域口音、说话的速度、职业年龄来生成专属的声音。接下来我会详细测试这个新的功能，教会大家生成你想要的声音。先给我点点订阅，马上带你上车。登录成功，来到左边可以看到 ElevenLabs 呢会给10000的免费积分，我们来试用。点击这里的声音，会直接跳转到声音的设计面板。在右边点击添加新的声音，来到 Voice Design 声音设计这里单击一下，这里会有2个输入框需要我们填写。上面的输入框呢，这里的发音是有点问题的，可以理解为提示词的意思，也就是你想要生成一个什么样的声音，就在这里输入框填写进来。比如我要创建志玲姐姐的声音。我不确定直接填志玲姐姐的名字能不能创建她的声音，如果不行，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描述她的声音来作为提示词。然后需要在下面第2个文本输入框里面输入要预览的文本，也就是说你要生成的声音说一些什么话。比如我这里用志玲姐姐的口吻说，早上起床真的好难呢。OK， 他觉得我们输入的文本太少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借助 ChatGPT 的帮忙，比如请用志玲姐姐的口吻喊我起床200字左右。你看它生成的结果里面，亲爱的，新的一天哦，加油哦，这些就是志玲姐姐的口吻。OK，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再回到 ElevenLabs 粘贴过来。OK， 往下拉，点击生成语音。可以看到这里对声音的描述呢，也要最少要有20个字符，也很简单，让 GPT 形容一下志玲姐姐的声音。柔和带有磁性，还有甜美和亲和力，语调轻盈。OK， 同样的复制过来。如果想要生成的结果更符合我们的预想，那我们可以把口音、地域加上。OK， 再来点击生成语音。这里呢就可以明确知道，直接写上名字是不行的。那其实也有办法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职业或者它的一些特性特征写上来。知心姐姐。OK， 这次肯定能生成出来了。一共生成了3个声音，我们来听听。早上起床真的好难呢，脑中想了好几次，可是还是舍不得离开暖暖的被窝。好难呢，脑中舍不得。声音的真实感是有进步了，但是它发音不行呀。难道温柔的声音就会有气无力吗？我们再来听听第2个。早上起床真的好难呢，脑中想了好几次，可是还是舍不得离开OK， 还是同样的发音问题。我特意查了，他把舍不得念成舍不得，可以理解为他是把多音字搞错了。但是闹只有一个4声的发音，读成脑中就很奇怪了。中文发音模型 ElevenLabs 还是需要好好的练练啊。继续听听下面的。暖暖的被窝，还想再来一下床，感受那一丝丝的温暖。其实每次睁开眼睛，总觉得清晨的阳光照进来的样子好美。它这一段就没有什么问题，看来只是某些字不准。那大家创建语音之前呢，就得多花点时间在文本上了，尽量不要用多音字。但希望 ElevenLabs 能知道这个问题，尽快训练训练。OK， 来听听第3个声音。早上起床真的好难呢，脑中想了好几次，可是还是舍不得离开。这里的舍不得他就说对咯，感受那一丝丝的温暖。其实每次睁开眼睛，总觉得清晨的阳光照进来的样子好美，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不管昨天多累，今天都可以重新出发。怎么样，这把声音还可以吧？看来3选1，总有一个是 OK 不错的。OK， 我再生成一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声音，刺耳的高音尖笑声，像玻璃破裂一样嘶哑呐喊，恶魔的声音让人感到恐惧。OK， 那我们让恶魔说一些什么话呢？让他来恐吓我一下，请用恶魔的口吻恐吓我，200字左右。OK， 我的目光一直紧紧地盯着你，很吓人。粘贴过来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性别加上，是女性呢还
是男性女恶魔的声音让人感到恐怖。还有一点就是声音的节奏，比如女恶魔我就要缓慢的、压抑的，所以我会在预览文本这里加上几个点，看一下 ElevenLabs 能不能理解我这里是需要停顿的，营造出一个幻想出来恐怖的氛围。 OK， 点击生成语音。 OK， 很快就生成了3个声音。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？真是天真，我无所不在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我就在你身后。怎么了？害怕了吗？怎么了？天哪，他有颤音，非常适合恐怖恶魔的角色。不过我的要求是女恶魔。继续听听第2个声音。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？声音是蛮恐怖的，但是好像有回响，感觉是在录音棚里呀。真是天真，我无所不在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我就在你身后。怎么了？害怕了吗？这才刚刚开始啊！我可以看见你的一切，你的恐惧，你的战斗，你的无处可逃。你的恐惧，你的颤抖，你的无处可逃。它是有层层递进的语气渐渐加强，这点就很好，语言模型就能按照整个句子来理解。只是这个声音回响太厉害了，听久了感觉我是在 KTV 里面。 OK， 再听听最后一个。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？真是天真，我无所不在，无论你走到哪里。这个就不行，像是在演讲。点击选中你喜欢的声音，右边会打勾，然后右下角选择语言，然后我可以给它取个名字，女恶魔。这里的标签呢，我们可以添加语言、口音、性别还有年龄。往下拉，点击保存语音，声音就保存下来了。点击这里的 use 可以随时使用它。你需要这把女僵尸说的文本，就把它写到这个输入框里面就 OK 了。在下面 settings 设置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有2个数值我们需要设定。stability 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滚轮越往左边呢，它生成出来的可能就不一定按照我们这个女僵尸的声音来了，它会有更多的可能性。而滚轮越往右边呢，它就会更加的稳定 more stable。 而下面的相似度也是一样的，越往左边呢相似度就越低，越往右边呢相似度就越高。这2个数值我一般都是拉到最右的，再往下拉，风格不需要变动。而这个是演讲提高的意思，一般呢它会默认帮我们打开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完全按照女僵尸的声音的话，你就把它关掉就好了。 OK， 我们回到主页面，点击 Generate 呢就可以直接生成我们要求的文本了。我再来生成一些有意思的，比如 YouTuber 的，比如瑜伽老师的。点击 Add a new voice， 添加一个新的声音。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，你也可以点击这里的随机，它会帮我们随机生成一些声音的范例，那我们就可以参考怎么描述我们的声音了。 AI 频道的 YouTuber， 然后描述你这个频道所需要的声音特征，兴奋、活泼、热情、响亮、情绪高涨，一般呢都是非常有表现力的。 OK， 下面的文本呢，我就用我往期影片的开头来打个样，看看它生成的效果怎么样。 OK， 点击生成语音。 OK， 生成好了。朋友们，会说话的长影片的制作方法来了，不是简单的根据脚本帮你搜罗素材拼接成影片，而是教会你用每段影片的最后议证来进行图片生成下一个场景视频。只要你想，1分钟或者10分钟的小剧场都可以生成出来。还不错，1分钟停顿一下，然后再说或者10分钟。即使句子没有标点符号隔开，但是模型的理解能力不错，会有语气停顿和加强。朋友们，会说话的长影片的制作方法来了，不是简单的根据脚本帮你搜罗素材拼接成影片，而是教会你用每段影片的最后议证。这是一位很淡定的 YouTuber， 他的语速很慢，我听着有点着急。另外拼读还有问题，遇到多音字就不会了，比如教会你。 OK， 继续听听。朋友们，会说话的长影片的制作方法来聊，不是简单的根据脚本帮你搜罗素材拼接。朋友们，这到底是不是一位大码 YouTuber？
所以现阶段 ElevenLabs 模型它并不会认为你输入的中文就生成中文的口音，在声音设计的时候要把地域加上才会得到你想要的口音。比如影片的开头生成志玲姐姐声音的时候，我就在提示词里面加了台湾口音的描述。OK， 我们再来试试其他的，生成一个瑜伽老师的声音，温柔平静有磁性，缓慢放松柔和的，自然的语调，语速缓慢的。OK， 文本也是同样的方法。如果我们没有文本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借助 ChatGPT 让我们的文本更具有创意。但是这里的文本只是用来预览我们这个声音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，便于我们来选择哪一个声音保存。如果你真正要用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还是在主页面这里点击 Use， 然后输入文本，然后来生成语音。OK， 点击生成按钮。OK， 一起来听听。深深吸气，让胸腔扩张。慢慢吐气，感受身体的放松，将这意力集中在当下，感受你与自己之间的连接。是我想要的声音，正常的中文发音。深深吸气，让胸腔扩张，慢慢吐气，感受身体的放松。怎么有麦克风电流的声音，就像质量一般的收音设备的录音效果。这也是我认为 ElevenLabs 翻车的地方。读音不对，你可以多训练训练，但是你的音质也乱来，你可是号称自己是 AI 语音老大呀，这效果也太拉了。深深吸气，让胸腔扩张，慢慢吐气，感受身体的放松。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，感受你与自己之间的连接。每一次呼吸都带来新的能量，让你更放松，释放所有紧张。轻轻转动你的身体，让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意图与感知。很像我的瑜伽老师的声音，有没有也像我一样不自觉就深呼吸动起来了？ OK， 我想再生成一个有意思的，比如动漫卡通角色的声音。一只可爱又时髦的小老鼠，来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。用可爱的卡通小老鼠的口吻说一段关于饲养老鼠不为人知的5个秘密。 OK， 复制过来，点击生成语音。 OK， 3个声音生成好了，来听一下。 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老鼠，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关于我们老鼠朋友的秘密。他这里读老鼠朋友，但是前面呢就是我是小老鼠，还是说这是哪个地区的口音呢？如果知道的朋友们在评论区记得告诉我。 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老鼠，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关于……这个就是真人旁白了，不是卡通小老鼠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老鼠，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关于我们老鼠朋友的秘密。是不是很像儿童读物配音员的声音？还不错。3个结果类型不同，有小老鼠独白的声音，也有真人旁白和有声读物的声音，大家赶快去试试吧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和看法，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和人工智能新的玩法给到大家。记得点赞、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。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早上起床真的好难呢，脑中想了好几次，可是还是舍不得离开。